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会议主持的声音在宽敞的会议室里回荡。现在，请各位董事对2份方案进行投票表决。秘书开始收集选票，一张又一张选票被投入票箱，每一张票都代表着沈氏集团未来的走向。几分钟后，秘书开始计票，并把最终结果递到了会议主持的手上。计票结果如下：支持沈建明先生星辰计划的票数占总票数的 32%， 支持沈之恒先生文化复兴计划的票数占总票数的 68%。 沈之恒先生的文化复兴计划以绝对优势获得董事会通过。会议室里随即响起掌声，沈之恒向董事会微微鞠躬，表示感谢。随后他看向人群中的林阮清，两人默契地交换了一个坚定的眼神。苏晨曦保持着优雅的坐姿，边鼓掌边看向沈之恒，嘴角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充满赞许的笑容。感谢各位董事的支持，我们不会辜负这份信任。掌声再次响起，随后会议主持继续说道：接下来请各位董事稍作休息，之后会议将进入下一项议程。会后，沈之恒陪同苏晨曦一起往外走。你叔叔沈建明可能还不知道，苏晨曦低声道，他之前联系的远航资本其实是我们华鼎集团旗下的子公司。当时他一心想把老城区的地皮尽快套现，价格压得几乎是白菜价。沈之恒轻哼一声，这倒是很符合他的做事风格。说实话，我本来不想掺和你们沈家的家务事。苏晨曦顿了顿，但是我爸固执的要帮你，他是惜才，是真的很欣赏你。他侧头一笑，语气轻松起来。多亏你是弯的，不然我说不定早就被他逼着嫁给你了。我很感谢苏伯伯的支持，但如果我的方案没有长期回报的潜力，苏伯伯也不会冒险投资我们。这个项目我们双方最终都会受益，你们也不亏。两个人说着来到门外，看见沈建明站在门口，显然等候多时。苏晨曦侧头对沈之恒说：沈之恒，我先走了，不用送。好。沈之恒不疾不徐地走到沈建明身旁，对方冷冷开口：这次算你赢了，但以后机会还多的是。沈之恒目光平静地直视沈建明：那可未必，魏潇在里面没供出您，算您运气好，但坏事做多了，总有还债的一天。沈建明眼神骤变，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又恢复镇定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只知道商场上的竞争哪有绝对的干净。你以为你那套文化复兴的说辞就是不沾泥的白莲花，自己心术不正，便以为旁人皆与他同路。沈建明看到他的表情，声音压低，带着警告：志恒，你搞清楚，你现在能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是因为你姓沈，不要把精力浪费在那些毫无意义的义气之争上。我知道我姓沈，但我也知道家族的荣誉和基业不该建立在违法和投机之上。您为了追求那一点短期的高效率，正在把沈家带向长期的风险。风险？沈建明嗤笑：你那些低回报、慢周期的文化保育才是最大的风险。你难道不明白市场不允许我们慢下来吗？你难道要让整个集团为你这种书生气的理念买单？沈之恒抬手打断：这个问题我不想再重复，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沈建明向前逼近一步，语气中带着长辈的威慑：沈之恒，你太年轻了，你以为你赢得了这一局就掌握了全局？在商场上，谁能更快更狠地抓住机会，谁才是赢家。你最好管好你的正义感。沈之恒抬眼，语气淡淡：我的事，我们家的事，都不劳您费心了。我最后提醒您，您这个年纪也该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了。闲来无事钓钓鱼多好，有利于身心健康。沈建明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神色复杂，最终后退一步，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开。沈之恒站在原地，目送他的背影，眼底一片灰暗。沈之恒回到25层，走出电梯，便来到秘书处主管苏雨涵的办公桌前。下午有什么安排？下午1点半 ，IT 部准备了关于引入 PropTech 模块的演示，希望争取您的批准。另外3点半，市政府有一场土地专题会议。好，知道了。他略加思索：今天晚上下班后组织一下聚餐，让大家高兴高兴，放松放松。好嘞，我马上去办。苏雨涵喜上眉梢。沈之恒转身看向陈泽宇：你跟我进来一下。好的 boss。林阮清看见沈之恒和陈泽宇进了办公室。今天的会开得这么成功，他应该高兴才对，可他的表情还是冷冷的，这么严肃。
想着他拿起杯子来到茶水间，唐思妍、顾逸成和梁之远正围坐在一起，开心地喝着咖啡聊着天。唐思妍笑着看向门口，朝林阮清招了招手。组长，过来坐会儿。林阮清接了一杯清水，笑着走了过去坐下。顾逸成靠向椅背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语气里满是感慨。我们赢了，这么长时间的努力，总算没有白费。是啊，一切都值了。唐思妍点头，眼睛发亮。你们不知道，听到最终宣布方案通过的那一刻，我真的差点没忍住跳起来。梁之远接过话，语气里带着掩不住的兴奋。更重要的是，沈总的那段发言太精彩了，我就看着沈董事的表情一点一点难看起来。对，顾逸成忍不住笑出声来。那个沈建明气的脸都绿了。刚才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，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手心全是汗。我也是，那几秒太漫长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一仗我们赢得漂亮。这个时候，苏雨涵推门走了进来。沈总说晚上聚餐，你们都没问题吧？4个人同时摇摇头，表示没问题。那就好，咱们部门真的好长时间没聚过餐了。他笑道。今天沈总是真高兴。他转身要走，拉开门。还有，沈总刚打电话过来，让你们组现在去他办公室。哦，好。好的。林阮清他们4人应着起身，走出茶水间，来到沈之恒办公室门口。办公室内，沈之恒正跟陈泽宇交代着事情。沈建明最近应该能消停一会儿，但是咱们不能因此掉以轻心。这时办公室里响起敲门声。刚才交代你的事情，抓紧去办。好的 ，boss。请进，陈泽宇，你可以出去了。说着，陈泽宇利索地退了出去。同时，林阮清他们走了进来，看到面前的4个人，沈之恒站了起来，扫视着团队的每一个人。今天这场仗能赢，全依仗你们这段时间来的辛苦工作。你们团队每一个人的数据分析、设计细节和现场答疑，都是这次成功的关键，做得很好，我非常满意。年度最佳团队称号非你们莫属。队员们难掩笑容，但高兴之余，我不得不提醒你们，赢下提案只是第一步，落地执行才是最大的考验。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，让文化复兴项目真正的开花结果，明白了吗？大家点头。那就好，我相信你们。不过今天高兴，我们就痛快的高兴。今天晚上你们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，吃个痛快，喝个痛快。谢谢沈总。沈总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出去了。沈之恒语气恢复冷静。林阮清留一下，我还有工作要交代。他的目光落在林阮清身上，意味不明。等人都走了，办公室重新归于安静。沈之恒抬眸看向面前的他。今天演讲的不错啊。还行吧，还算正常发挥。谦虚。说着，他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，脚步不慌不忙走向他。他停住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人，不说话。林阮清在他的灼灼目光下，声音渐弱。沈总，您刚才不是说有工作要交代吗？沈之恒依旧不答。林阮清耳尖微红。沈之恒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你觉得我想干什么？沈之恒再走近了些。林阮清吐了一口气。想亲亲。沈之恒听到他的答案，笑出声来，随即张开双臂。来，过来抱抱。林阮清上前一步抱住了沈之恒。沈之恒顺势将人圈进怀里。今天赢了这场辩论，我是真的高兴。是吗？你真的高兴吗？林阮清靠在他肩上。可你脸上一点都看不出来。那可能是我太累了。那你要不要躺下来，我给你按按太阳穴？好主意。